他喉咙插上管道，全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可小狗却意外地碰掉了插头，呼吸机突然停止运转。他挣扎着想提醒妻子，但喉咙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而妻子正忙着照顾孩子。Where's Daddy hiding? Where's Daddy? He's in there. 随着最后一丝氧气耗尽，他渐渐从绝望中陷入昏迷。还好妻子察觉到了异常，赶紧过来把电源插回去。Robin. 经过短暂的休克，他终于睁开眼睛。That was interesting. 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妻子在他床边安了个铃铛，只要晃一下头，妻子就会在第一时间赶来。儿子也会趴在窗台跟他打招呼。尽管每天像个活死人一样躺在床上，可他却充满了活下去的念头，因为他曾经允诺过妻子要与他相守终生。那时的罗宾还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而安妮则是人人仰慕的富家千金。只是一眼，他就对他一见钟情。朋友看出了罗宾的心思，并劝他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安妮已经拒绝了很多追求者，而最终能让他动心的人却寥寥无几。但罗宾并未因此放弃，他决心要为爱试一试。随这样的疑惑，就连安妮也无从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罗宾身上散发出的独特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别致的甜蜜，也在这次旅途中有了爱的结晶。罗宾觉得自己无比庆幸，因为他娶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女孩。同时他也向安妮允诺要与她白头偕老，相守一生。似乎是上天都在嫉妒这对完美的恋人，便猝不及防地给了这个小家庭当头一棒。在一次大使馆的聚会上，从未输过球的罗宾今天却反常的一连出现失误。恍惚间他突然感到力不从心。起初他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只以为是太过疲劳所致。可是在转呼啦圈时，他又一次失去平衡，倾倒在地。他挣扎着站起身，嘴上强撑着说没事，还和安妮开起了玩笑。 You sure you're alright? Yeah, it's the pregnancy, isn't it? My joints are fine. It's funny that, Well, that's isn't because it? I'm bearing most of the weight in Yes, this, you are, in this it's true. pregnancy. 然而那天晚上，安妮独自一人回家，罗宾则因需要参加明天的会议，和朋友留在了大使馆。他突然感到全身剧痛，呼吸也变得十分困难，他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找到朋友，接着便又一次倒在了地上。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当他被送往医院时，却发现手脚早已失去知觉，就连呼吸都变得异常艰难。接着全身滚烫，发起高烧，医生急忙用冰块给他降温。可短短2分钟，罗宾就几近陷入休克状态。不得已，医生只能在他喉咙里插入一道管子，通过呼吸机才保住了他的性命。此命悬一线的活死人，只能痛苦地张张嘴，却发不出一丝声音。原来罗宾得了一种无法治愈的脊髓灰质炎，颈部以下已经陷入瘫痪，甚至不能自主呼吸。即便给他安上呼吸机，也只能维持3个月。换句话说，他的生命已经开启了倒计时。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不断地击打着安妮脆弱的心。可她并没有歇斯底里的痛哭，反而显得异常平静，因为她不相信丈夫就这样被判了死刑，也不想看着孩子刚出生就没有父亲。家人都劝她赶紧放弃，因为这种疾病早已注定了罗宾的生死。至今从未出现过逆转的奇迹。可对于安妮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条宝贵的生命，更是她无可或缺的爱人。不久后，他们的儿子诞生。安妮笑着将他抱到罗宾面前，想让他燃起活下去的希望。可当安妮轻轻将孩子放在罗宾身旁时，罗宾却没有勇气看孩子一眼，因为绝望让他知道自己将无法看着孩子平安长大。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安妮决定带着罗宾搬回英国。可对罗宾来说，只是换了个躺着的地方，那里挤满了和罗宾一样的病人，滋滋作响的呼吸机是他们活着的唯一证据。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并没能让罗宾感到好受一些，反而越发觉得自己拖累了安妮。即使自己熬过了医生所说的期限，但他们一辈子都没办法脱离这些冰冷的器械，又如何给到心爱的女人幸福呢？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病情依然没有任何起色，心灰意冷的他彻底陷入绝望，甚至让医生帮忙拦住安妮，以此拒绝安妮的探望。 I don't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Your husband is going through a temporary depression. But I'd still like to see him. I'm so sorry. He doesn't want to see you. 安妮知道罗宾还未接受现实，更渴望在所爱之人面前保持尊严，所以她只能让2位哥哥前去探望。然而换来的也只是罗宾想死的消息。可安妮怎会就此放弃呢？即使赌上自己的人生，她也绝不会那样做。好在有了先进的医疗设备，罗宾慢慢学会了吞咽。如果后续情况成熟，他们便把气管内的气囊移除，那样罗宾就可以正常说话。可即使听到病情有好的起色，还是无法点燃罗宾活下去的希望。他现在只想拔掉管子，虽痛苦几分钟，却能换来永久的安宁。为了让罗宾坚强起来，安妮每天都带儿子到医院陪着他，但罗宾始终没有勇气看儿子一眼。
因为一旦有了牵挂，反而会增加心中的痛苦。安妮看出了罗宾的心思，她渴望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生活的一次次打击，丈夫病情的一次次失望，无时无刻在撕裂安妮柔弱的内心，但她从不在丈夫面前掉眼泪，而是故作坚强地让丈夫看到活下去的光芒。安妮找来了一位声望极高的神父，希望能洗去罗宾灰暗的内心，可她又怎会相信神灵？这些把戏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那天清晨，罗宾发现自己毫无知觉的双手可以动了。他先是拔下赖以生存的气管，然后夜想的一场梦。安妮依旧守在他的床边，他绝望地告诉安妮离开自己，因为现在的他对安妮而言只会是无尽的负担与累赘。 You really must leave me to rot now. Well, it wouldn't look very good. And apparently, I love you. 面对安妮固执而沉重的爱，罗宾忍不住红了眼眶。他也深爱着她，却再也无法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为了能陪罗宾度过最后的期限，安妮希望能将他带回家照顾，可这样极大的风险却遭到了院长的反对，除非他可能随身携带呼吸机，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安妮深知罗宾继续待在医院只会让消极的情绪日益加重，于是她不惜花费7000英镑在郊外买了一所老宅，然后细心地学习日常护理措施。她对罗宾的不离不弃都被医生深深记在心里，也被这种超乎常人的爱所打动，最终决定冒着辞退的风险，悄悄地帮安妮转移罗宾。可当他们把罗宾推出医院时， You have no right to keep me in this place. Of course. Be my guest. You'll be dead in 2 weeks. 此时对罗宾来说，让他躺在冰冷的医院和等同杀了他毫无区别，因为每天面对无法看穿的天花板，只会让他更加渴望离开这个世界。最终在妻子和朋友的陪护下，罗宾安全地抵达了那所未来的家。当他被抬下车的那一瞬间，久违的温暖再次洒落在他的身上。妻子那如艳阳般的脸庞和带着雪白云朵的蓝天，不停地在他心中刻画着重生之影。就算生命会定格在不久的将来，就算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至少要好好珍惜接下来的日子，也不枉费身边所有关心他的人。安妮把2张床拼在一起，这样每时每刻都能照顾好罗宾，他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Yes, I think I am. 为了防止停电的突发状况，他们还准备了手动的呼吸机。安妮把儿子带到罗宾面前，这是他第一次敢正视自己的孩子。看着那天真无邪的小脸庞，罗宾瞬间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可接下来的日子并没想象中的那样简单。那天，他正看着儿子与小狗玩闹时，小狗却不小心碰掉了插头，呼吸机瞬间停止运转。好在安妮发现的及时，才没让这场无形的悲剧发生。朋友听闻纷纷赶了过来，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在罗宾床头安了个铃铛，只要晃一下头，安妮就会在第一时间赶来，儿子也会趴在窗台跟他打招呼。尽管现在被甜蜜与幸福包围，但罗宾依然向往以前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渴望翱翔于蔚蓝的天空，穿梭于艰险的山川河流。所以当他看到儿子推着婴儿车时，便立即萌生一个想法，他要走出房间，迈向外面的世界。而新轮椅，他希望病友能像自己一样摆脱日复一日的病床。然而院长并未体会到这份喜悦，反而认为罗宾的出现只会影响到其他病人的情绪，甚至毫不留情地走向病房，驱赶罗宾。 Now where you come from, it may be common practice to play games with people's lives. Here it is not. Is that understood? 5年时光如白驹过隙，罗宾的生命之火依旧熊熊燃烧，儿子也长大了不少。这份生命的延续，或许有上天慈悲的眷顾，但更多都归功于安妮那不离不弃的坚定守护。即便生活布满了荆棘，但只要安妮在身边，只要罗宾留住这个家的团圆，他们的心中便充满了无限的喜悦与幸福。一次偶然的机会，儿子拿出了家中的老照片，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再次涌上心头。乔纳森询问父亲何时能去看大象，这句话如同锋利的利剑，瞬间划开了罗宾内心深处的伤痛。然而对于如今的罗宾而言，冒险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安妮敏锐地捕捉到了罗宾心中的遗憾，可她也只能紧握丈夫的手给他安慰。但儿子对自由的渴望深深触动了罗宾的心弦，他决定再次挑战命运的枷锁，让朋友对汽车进行改装，将轮椅巧妙地融入其中，再将汽车运入飞机。他的世界再次被拓宽，非了实质性的让轮椅受益于其他病人。他们决定制作出更多的轮椅，可当他们打算为这一项目寻求投资时，却遭遇了现实的残酷打击。由于小儿麻痹患者的预期寿命较短，这个项目被视为缺乏投资价值。规则的僵化与现实的残酷让他们一度陷入困境，可罗宾并未就此放弃。他坐着改良后的第2代轮椅来到了勋爵面前，
虽然勋爵有数不尽的万贯家财，却从不轻易向别人施舍恩惠。可当他得知了罗宾与妻子的坚持，听到了他们向命运抗争的呼吸声时，他深深被这份特殊的坚强所感动，最终毅然伸出了援手。有了勋爵的大力资助，泰迪很快做出了更多的轮椅，这些轮椅就像一把通往自由的钥匙，帮助病患们挣脱了病痛的枷锁，再次沐浴在室外的温暖阳光与无尽自由之中。1973年，罗宾受邀参加了一场残疾人生活的研究会议，但在此之前，他们去了德国一家首屈一指的疗养机构，那里汇聚了一群与罗宾相同病例的病人。这次的鲜活对比，艾肯更加确定了关注残疾人的真实用意，于是他毫不避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At this conference on managing the lives of the severely disabled, there are no disabled people present. 艾肯的这番话引得台下笑声连连，但在座的专家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嘲讽意味。一位专家迅速站起，试图解释那些重度残疾人因脱离不了续命的仪器，根本无法来到现场。可话音刚落，安妮就将罗宾推至台前，罗宾也顺势指出这里的病人就像折翼的小鸟，而医生则是看守鸟笼的逗趣之人。Why do you keep your disabled people in prisons? In prisons? 罗宾的这番话瞬间激起了各大专家的强烈不满，便要求他为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尽管他身为残疾人，但可怜绝非逃避责任的借口。然而罗宾却没有道歉，他也并非在嘲讽谁，而是在表达一种深刻的共鸣。他曾无数次萌生过轻生的念头，但妻子的坚持与关爱让他重拾了活下去的勇气。为了见证孩子的成长，为了感谢妻子和朋友的关怀，他决定勇敢地面对余生。可活着不仅仅限于躺在床上，这并非一种空洞的形式，而是一种充满意义的旅程。 Every day since then, I've accepted the risk of dying because I don't want to just survive. I want to truly live. So I implore you, you tell your disabled patients that they too can truly live. 这句话在疗养院的夜空中回荡，仿佛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呼唤，唤醒了无数颗活下去的决心。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艾肯也束手无策，而且此类状况正日益加剧，以后只会愈发频繁。罗宾知道继续下去只会徒增所有人的痛苦与折磨，他认为或许到了该放手的时候。对此，安妮却坚守如初，她不想也不愿接受那所谓的自由解脱。 God, you're a stupid, stupid man. What do you think I've been doing all these years? Your life is my life. I'm sorry, Jonathan. Jonathan, just let her be. 但每当他脑海中浮现出罗宾被鲜血淹没、逐渐窒息的惨状，又不禁怀疑自己的坚持是否过于自私。最终，安妮忍痛尊重了丈夫的决定，尽管内心深处仍不愿轻言放弃。艾肯知道安妮内心的挣扎与痛苦。当罗宾对她提出那个虽不合法却可能实现的拔管意愿时，他并未感到丝毫惊讶。为了减轻罗宾的痛苦，他愿意尽其所能提供帮助。在此之前，他们特意为罗宾办了一场告别派对。随着仪式开始，罗宾如同众星捧月的明星般被众人簇拥，现场没有丝毫的伤感与哀愁，取而代之的是对罗宾那些坚持的经历和感人瞬间的回忆与分享。尽管这是最后一次永别，但罗宾的脸上始终挂着温暖的笑容，因为他拥有一群真挚的朋友，一个原本抗拒却始终保护他的家人，更有一个深爱他的妻子。他们纷纷笑着与罗宾道别，却在转身后悄悄躲在角落忧伤。次日清晨，罗宾拨通了艾肯的电话，决定今日离开这个温暖又无可奈何的世界。他将妻儿叫到身边，深情地嘱咐他们在11点30分前离开。